这个少年坠崖坠到一半，却被迫中场休息。上百米高的垂直悬崖，他偏偏掉在一条狭窄的石缝上。父亲扒在崖顶哭了3天3夜，眼看就是没救了，只能给他立了一个坟包。过了很久，天空一只座山雕飞过来，张嘴就要给他来个天葬。谁知少年吃痛，瞬间醒了过来，往下一看，好家伙，几百头牦牛尸体被摔得稀烂。他想要顺着崖壁爬下去，可是却毫无落脚地，差点踩空，只能再次尴尬地掉在半空。祸不单行，天空又下起了暴雨，崖壁变得更加湿滑，但同时他发现地面上被暴雨汇聚出一条小河，这是个活命的机会。他把心一横，索性直接松开手跳了下去。再醒来时，他已经成功着陆，但是腿已经废了。他先是爬到泥坑补充水分，又将错位的腿夹在石头中间，用力一掰，绑上木棍固定，终于勉强可以走路。几天前，他第一次参加捕猎，却被发怒的牦牛顶下了悬崖。父亲想要爬下去救他，却被族人拦住，都以为他已经死了。在这2万年前的原始大陆上，靠他自己回家怕是难如登天。说话间，几只荒原狼就朝他扑了过来，他拖着伤腿拼命朝着枯树枝跑去，刚爬到一半，就被头狼一口咬住。他在树上整整躲了1夜，狼群才肯散去，只留下了受伤等死的头狼。少年爬下来想要杀死他，可抬起长矛又下不去手。父亲曾远远告诉他，他是这片大陆上狼群的首领阿尔法。少年想了想，还是解开武器上的带子，绑住他的嘴，抱着他一起躲进了山洞，帮他擦拭伤口。在山洞里，他找到了原始人留下的石碗，于是他寻找了一些植物，捣碎以后敷在红肿不堪的腿上。可就在这时，阿尔法却悄悄将绑带扒了下来。要知道，就算受伤，他也是群狼之首。他用带子缠住狼的嘴巴，将它抱到山洞里，再将一大把蛆虫撒在狼的伤口上，帮他清理烂肉。剩下的2人全都当成晚饭吃掉，妥妥的蛋白质。少年抓到一只兔子，但就在他钻木取火时，狼突然露出本性，冲起来抢夺兔肉，被少年一把打开，大口的吞下生的兔肉，这是在向狼宣示自己才是老大。等兔肉烤熟，狼果然学乖了，他这才扔给他食物。少年一边养伤，一边用石头制作武器。凛冬将至，他必须尽快找到回家的路。天亮以后，少年准备好武器和淡水出发，还让狼也去寻找自己的狼群。可不知为什么，狼没有离开，反而一直在跟着少年。他拿起木棍驱赶，却被狼叼起来跑到他的前面。他们远远看见3只野猪，狼二话不说就冲下去，将其中一只赶到少年跟前，想要协同作战。谁知少年怕得要命，直接摔倒在地上。狼看着跑远的野猪，对少年一脸鄙视。渐渐的，2人配合越来越默契，狼负责拦截，少年拿武器戳。当然最后还是狼咬死了猎物。到了晚上，狼会在少年睡着后趴在他的身边睡觉，早上又准时的将他舔醒。2人的感情变得越来越好，就是都已经臭气熏天。少年将狼扔进河里洗澡，自己也跳下去洗个痛快。在这危机重重的原始大陆，他们好久没有这么放松。上岸以后，狼盯着河里的胖鱼不肯走，索性一个猛子下去抓上来一条，一不小心又改善了伙食。寒冬很快来临，整个大陆成了白茫茫一片。少年被锻炼的捕猎越来越娴熟，可没过多久，一只黑狼突然在夜晚出现。少年起身防备，可黑狼却没有攻击，原来是阿尔法的狼群找来了。少年知道他也很想念自己的伙伴，于是就让阿尔法跟自己的狼群回去。阿尔法走后，少年非常低落，他已经把狼当成了唯一的伙伴。温度越来越低，白毛风好像永远不会停止，少年只能根据手上的北斗星刺青寻找家的方向。突然这一天，他在寒风的冰面上再次遇到狼群，他奔跑着喊着阿尔法的名字，却不小心掉进了冰窟中。少年掉进刺骨的河水中，随着快速流淌的水流，他离冰窟越来越远。狼群首领阿尔法及时赶过来，他高高跃起，想要用力砸开冰面。少年也拿出小刀拼命撞击，终于将冰面砸破。阿尔法咬住他的衣袖，用力将他拉了上来。在凛冬的雪地里，少年抱着阿尔法取暖，这才活了下来。阿尔法放心不下少年，再次陪他一起上路。此时的寒冬已经见不到猎物，他们在路上又冷又饿，已经快要坚持不住。终于看见一个帐篷，一个人坐在门口。少年赶过去，却发现那人早就已经冻死，帐篷里什么吃的都没有。情急之下，他吐出一大口鲜血，没有办法，他只能拿走死者的弓箭，准备继续上路。可刚一回身，几只猎狗就追赶了过来。少年和狼撒腿狂奔，跑进了扑面而来的雪山风暴中。他们钻进一个洞穴躲避，少年拿着弓箭等待他们追进来。还好猎狗群没有发现。少年刚松了口气，阿尔法就呲着牙警戒起来。山洞的深处走出一只硕大的黑影，他扑上来跟阿尔法战斗在一起，但显然狼的体型太小，阿尔法敌不过猎豹，被他几口就甩出很远。但他为了保护少年，仍旧死咬不放。少年举起长弓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阿
尔法浑身是伤，从猎豹身下钻出来，接着就脱力倒了下去。少年抱着阿尔法不停地安慰，但他也已经快要坚持不住。稍作休息，两人再次上路。这一次他们终于见到了部落的记号，离家不远了。少年不断咳血，阿尔法也终于坚持不住，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。少年心疼地将他抱起来，继续朝着家的方向走，直到他也无法再走半步。很遗憾，也许他们就要冻死在家门前。就在此时，少年突然想起父亲的期望，他一直坚信儿子会变得很强大。一瞬间，少年惊醒，他撑起最后一丝力气，抱起阿尔法，终于走回了自己的部落。父母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，全都喜极而泣。这就是一个奇迹。祭司想要救治阿尔法，但他发现不对，从他的身下竟然接生出好几只狼宝宝。原来他竟是在这种情况下护送少年回家。从此以后，阿尔法和狼宝们成了这个部落的一员。在他的见证下，少年成了真正强大的男人。他们依旧会在捕猎时面临危险，但他们不会再怕。